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建哥。我们今天呢去特斯拉的这个南京的一家 4S 店呢，借给我们一辆Model X 给我们拍视频用用。结果我们打开这个车呢，发现车里面不知道谁他落了一个叫 i9-11910K 的一个什么盒子。什么东西的？这个我们借车还送个 U，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个U， 它到底怎么样吧。我们手上的这颗11900K 是正显，能够直接在系统里面认到型号的，算是比较接近的正式版。那就像之前新闻传的一样，是个8核16线程的规模，多了 AVX52F 的指令集。实测测试时的全核最高睿频是 4.7G， 单核最高 5.3G。跑220的时候功耗是230瓦，单卡 PU 的时候功耗是260瓦，那直接就过热降频了。默认液压给的确实有一些高，看频率是没有太大的提升。核心竖排开倒车，那么实际性能呢？这里我们找了2个对手，一个是时代的旗舰 i9-10910KF， 一个是隔壁的5900X。因为是测试版的 BIOS， 所以说还有很多问题。比如说的话，这个内存最高只能上到3200兆赫兹，所以说3个平台的内存频率全部调到3200兆去跑测试。那 PCIe 的支持也有些问题，导致我们手上所有的不管是 A 卡还是 N 卡的 PCIe 4.0的卡都没有办法正常点亮，只能用一张 GTX1660 钛去亮机。默认设置下运行220测试，11900K 多核5725分，单核636分。它的对手1090KF 的多核是6328分，单核535分，590X 多核8399分，单核689分。确实单核心提升已经快追上5代锐龙了，但是多核心的话甚至还不如自己的10代i9。CPUZ 的理论测试中，11900K 的多核为6443分，单核708分；1090KF 多核7078分，单核562分。5900X 的多核5710分，单核670分。从理论测试性中可以大概看到，1090K 的单核性能或者说 IPC 性能的话，确实相比10代来说提升了很多，甚至能够赶超目前的5代锐龙。就像是220单核测试中，11900K 5.3G 的分数就超越了5900X 的 4.9G。那相对于1090KF 5.2G 的535分的话，提升接近2成。如此大幅度的核心性能提升，是不是代表着英特尔又会成为游戏的最优选择呢？那恐怕现在的话还不好过早的下结论。上面也说了，因为 BIOS 的问题导致我们用不了 PCIe 4.0的显卡，原以为3.0的显卡也应该能正常使用了，那结果进游戏测试的话，别说5900X了，连1090KF 都打不过。比如之前 AMD 吊打英特尔的撸啊撸，590X 依旧强势，平均能有389帧，1090KF 286帧，而11900K 的话只有229帧。其他游戏也是差不多的情况。那显卡虽然表面上满载，但是实际帧数却并不理想。仔细检查发现，这张显卡运行在了 PCIe 1.1的通道，显存的读写速度也变成了正常情况下的1/4，对于帧数的影响还是不小的，而且暂时还没有能找到解决的办法。那毕竟是测试版的 BIOS， 有各种毛病也能理解，毕竟能够亮机已经不错了。再看一看普通的生产力测试 ，LR 基本只是 CPU 和内存，所以11900K 靠着核心性能弥补了核心数量的差距，追平了1090KF。但是 PR 因为用到了显卡的缘故，还是被 PCIe 的问题拖累了，导致成绩并不理想。那不得不说，新的11代 U 作为14纳米的最后一代，英特尔在 IPC 上确实也是下了功夫，算是能够赶超 AMD 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游戏性能的话应该能有不小的提升。不过可惜这次因为 BIOS 原因，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，还是得等到更新更完善的 BIOS 以后再做测试。但是目前最高级的11900K 就仅有8个核心，放在隔壁也就相当于一颗5800X。如果拿来工作的话，多核心的性能甚至还不如自家的i9-1090K。那唯一值得期待就是 BIOS 正常以后，那较为强大的单核性能带来的游戏性能的话，能不能追上5代锐龙？如果说想和 AMD 竞争的话，那可能11代 U 的话还是得继续去打价格战吧。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不知道看了我们这个抢先测试的11代i9的情况，你是否会考虑等一等11代的 CPU 呢？如果有观众别忘了点一个小铃铛和点个赞，因为我们是全职的 YouTuber， 你们的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玩客 CLK。如果想购买电脑，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或者淘宝搜商品潮玩客。这里潮玩客，我是建哥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